从印第安纳湖的这个营地出来之后，我们今天迁移的时候这个天气特别好。我们将要到达的这个营地呢，叫马蹄铁湖。这个营地处在一个田野之上，这个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惊喜。过去没有这方面的体验。那我们一起看一看这个营地是什么情况。营地里面特别的空旷，它有好几座湖，这个在每个湖与湖之间的空隙的这个位置上设置的这个房车营地，也非常有特色，所以它的空间感比较好。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在这里居住4天，感受这里的湖，感受这里的美景。这个营地呢，虽然是在印第安纳州，但是出了门就是伊利诺伊州，等于是这个营地它处在这2个州之间的界限上。这个营地呢虽然非常之大，可是呢，它几乎见不到人。但是呢，这个房车的营位都被占着，这就体现了这个是一个周末营地，因为只有周末的时候，四周的人才会聚集过来，到这个营地里面进行活动。营地的面积实际占用面积非常大，但是它的营位比较少，总共才100多个营位，所以呢，这个舒适感还是比较高的。11、12。我们在这个营地处于一个休息的状态，所以呢我们没有安排去比较大的地方，我们就是周边去转一转。旁边呢有一座城市
叫特雷霍特。这个城市呢，不大，我查了一下资料，大概才5万人左右。那我们就在这个城市里头转一转，主要是来练习一下我的这个无人机，练习一下使用，好久都没有使用这个无人机了。这边的城市，不管是大的城市还是小的城市，有一个显著特点，基本上叫临水而建。几乎我们走过的这个城市，几乎都有一条河要穿城而过。这个城市也同样是有一条大河穿城而过的。那么城市的这个沿河的地带呢，被修成了非常庞大的公园。它形成了一个公园带。这个长度呢就都比较长了，我们开车大概得7-8分钟的时间才能走完。这个宽度也比较宽，所以这个等于是给市民的这个民众提供的这个娱乐的这个场所，或者是游玩的这个场所，这个资源特别之丰富。要离开这个城市的时候，我们开车从公园里头又穿行了一下，几乎没有人。这个好像只有周末的时候，我估计会有些人。城市虽然很小，但是清新雅致。美国大概几万人口的城市都是这种风格，我们还是比较喜欢的。